接下来，中美晶片战带光朋友来关心是复旦现在呢正式的震撼出手了。今天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这个2维快闪记忆体，全球重点是它是首发的，而且良率高达94%。今天会来关注这个新技术之外，另外就是新凯来的黑科技是否曝光，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光刻机？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。现在中国的晶片战是全面做反攻，能不能来避开来自于美国的围堵呢？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。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在复旦大学宣布的全球首颗它的这个是2维细基混合架构快闪记忆体晶片正式的突破，而且达到量产死亡之谷，良率现在被解读是高达了94%，等于说中国的科研界已经换了赛道，直接是弯道超车。现在有一个说法，等于中国接下来是不用靠美国或者是荷兰的艾斯摩尔，甚至日本等等提供的这些技术或者是设备，开启了自己半导体自主的一个赛道吗？那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的原理，记忆体的晶片到底是什么？真的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吗？汉庭怎么看？我们要先想象一下，全世界的这个晶片加工厂都住在一个叫做细作的老公寓里面。那美国呢是房东，他就管着大门，就是高阶制程啊，跟光刻机，就讲说中国啊，你不能再加盖了，顶楼呢我封起来了，材料我也不卖你。所以中国大陆半导体的产业升级啊就被卡住了。那复旦大学这一次所做的呢，它不是要去拆掉整栋大楼去重盖，而是在原本的老公寓里面自己加装一个电梯。而这个电梯呢，就是那个2维材料，它非常薄啊，就是非常的细小，但是呢，它却能够帮老公寓跑得非常的快，省电还不占空间。而且更关键的，它装电梯不需要用到房东的零件。也就是他们找到一条不用靠美国的技术也能让晶片性能暴涨的新路。那这个所谓2维加细的晶片到底在干嘛呢？那传统的记忆体晶片就我们一般手机啊、电脑的，它就像一个笔记本啊，我们写上去就存资料，再擦掉清空，它能够反复使用。可是呢，你用多用久了之后，它可能会破啊、速度慢啊，然后字迹模糊啊，它的性能就会比较累。那复旦这一次用的2维材料，它比较像是用了一种神奇的再生纸，是啥呢？就是超薄、超滑，然后你存资料更快，而且你擦掉清空之后更干净，那不怕潮、不怕热，寿命能够更久。所以它把这个神奇再生纸贴在本来的这个细的笔记本上，它干嘛呢？一测试竟然成功了，而且还能够量产，量产率高达了94%。所以这在半导体圈当然是非常高的水准。那全世界为什么就惊吓到了呢？因为这表示中国大陆找到了一条不靠美国、荷兰、日本机器的半导体的新赛道。美国现在用的是晶片封锁这个老武器啊，要卡中国的最先进制程。那复旦这一手就是不玩你那一套啊，我用新的材料、新的方式直接绕过去。这就好像美国呢是守在大门啊，不让你开车啊，结果你翻墙，对吧？所以你美国守了没有用，而且速度呢还差不多快，所以这当然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中国晶片的突破口。但是呢，就是到底这些晶片未来能不能够真正的商用，其实还有非常多关的任务必须要走啊，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够实现瞬间的量产，它的良率，而且成本要低，而且呢，能不能够撑得很久？不是说就只有几天几个月，那它还要面临到各种环境的干扰，甚至呢，你还要有完整的生态系。就光是只有晶片没有用啊，你还有主机板啊、控制器啊、驱动软体啊，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，可能还有一关接着一关还要打通，那才可能是未来中国完全不靠美国自己的新希望。对，所以这个全新的一个技术，重点是它的晶片能不能之后顺利的量产，然后绕过美国跟荷兰的一个光刻机的技术，这个都是值得持续观察的。尤其呢，其实现在大陆这个深圳的湾星展上面，今天大家也会特别的关心，就是这一间新凯来了，它能不能自己公布展出这个全新的来自于国产的光刻机？等一下请吴老师来带我们看。我们先来看到是确实是在今天正式开幕在深圳的这个展哦。今年真的是盛况空前，来自20国，而且600多家的半导体巨头都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了。这一次根据了解，国际展商的数量是暴增了50%，其中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哦，不管是艾斯摩尔、泛灵、日立或者是住友，但是重点是这一些企业竟然这一次都是变成旁观者。大家也特别在看刚刚提到的新凯来会不会来发表它的国产光刻机？过去它是生产麒麟晶片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，它也一口气
出了它的31款自制半导体设备哦，横跨非常多的领域，包括量测跟科实等等，被视为是一个晶片战争的动员令。吴老师怎么看？因为半导体是个比较怎么讲非常复杂的，我们叫供应链啊，上中下游等等。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呢，有些是产品本身，那就最后制造出来的产品。那产品制造过程当中，我们最早还要先设计嘛，在制造过程当中，我们还需要设备，然后设备呢还需要材料供应等等。那你刚刚讲这个，今天正好展开有为期3天这个湾星展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没有念错？没错啊，湾区展，中芯片的芯芯片的芯，对他故意用这个，叫起来蛮有趣的，然后我怕念错了。所以它这里面的，你刚刚提到那个新凯啦，我可能是说讲夸张的，全球第一个跑去单独做报道，因为我正好碰到认识的人啊，所以就去看。那个新凯来其实是个设备厂，但是他这次我相信他不会公布什么光刻机，因为几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，中国大陆有个布局，有个分工。那深圳的新凯来的目标是做 EUV。就极紫外光刻机，那现在都还没有到这个可以让外界看的地步，才很初阶段。但是呢 ，DUV 就是深紫外光刻机，大概非常确定，就是你刚好也提到那个余亮生，就在上海余亮生，他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 DUV。那现在差不多讯息也公布，我也比较可以大胆讲，不然我知道我也不敢大胆讲。他们差不多在去年今年初 DUV 的原型机就做出来。然后到年终的时候，我已经非常确定它是浸润式的。那现在应该是在上海的中心的某一个厂，我猜应该是南方厂了。我上上礼拜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啊，应该当然我看不到嘛，但应该是在南方厂里面在做测试。那表示说 DUV 已经有谱了，可 EUV 可能还有好几年。那这次那个这个新凯来愿意出来。把所有这个制程里面的每个阶段的那些设备啊都拿来展，可能就是要插这个 EUV。EUV 在他们内部叫做这个珠穆朗玛峰这个计划，就是一个最难攻克的一关，这可能还有好几年。但其他的各个不同制程，你刚刚讲什么时刻啊、沉积啊等等这些制程里面的设备都做得相当不错，有的甚至可以做到5奈米、3奈米都可以做。换句话说，就可以做到进口替代，就不再依赖国外的，像是 Applied Materials 啊、KLA 啊、Lam Research 这些厂商，或者日本东京威力，就慢慢取代掉这些进口。那当你有设备的时候，你当然自己的生产就会越来越顺利嘛。因为美国本来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高阶晶片在境内造不出，海外买不到。NVIDIA 不卖它，就是海外买不到；境内造不出，就是不让你得到设备。现在它自己有设备了，境内造不出这个关卡就突破了，那这个会越来越快。因为半导体是个非常需要有量，我们讲有量就是你有订单，我就一直生产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越来越学会怎么做，就好像家庭主妇，我每天在家做，那我不会做菜，可是我每天都做一道，今天做的不好吃，明天会进步一点嘛，就越来越好吃。其实完全一样的道理 ，trial and error， 你就一直不停的试了以后，你就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起来。所以呢，如果设备越来越齐全，那就是不停去累积经验，只要够勤奋，资金的供应啊，如果国家给点政策，它没有问题的话，它的进步就会越来越明显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大陆的国产光刻机基本上这个 DUV 已经没问题了。那 EUV 可能再等上个几年哦。那3奈米、5奈米马上就也可以制作出来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也来关心到是说，除了厂商各自的努力之外，大陆也把他们的整个这个晶片站拉到一个国家级的计划。因为呢，深圳也正式宣布了会投资的金额是达到50亿人民币的半导体产业基金哦。那他这边也宣布了会整合全国6大城市，形成一个叫做6大战区的联合作战体系，包括他们也会做一个比较精确，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分工。像是画面上我们看到，上海是负责设计，无锡就是在封测，那合肥是在储存，武汉光电等等，广州是车用。如何看这个国家级的计划？岳老师，我觉得这里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就是会谈到这刚刚吴老师谈到新凯来的一个情况下。我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，这2012年的时候，新凯来原来是华为里面的叫做星光工程部，然后呢受到制裁以后呢被强迫，就像我现在用的这个荣耀手机一样。他们基本上的话，就因为受到制裁，所以把它切割出去。就是美国基本上要透过长臂管辖，让这个华为本身分开。那包含了 NVIDIA 的话呢，大家都千万不要以为那个 GPU 啊，什么华润讯突然之间变得很厉害。那个像升腾啊、910C 啊、910D 啊，也都是华为被逼迫所分出去的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里面分出去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我自己认识几个华为的工程师啊，他们跟我讲说，原来华为在2010年到之前的时候呢，他们非常相信全球化的分工。那我也觉得
得说华为没有必要什么都搞，只是说呢，华为基于自己的发展的策略要搞。但是呢，这个被分出去以后呢，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呢，这个新凯莱跟华为之间的话有技术合作，没有任何股权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必须要透过国家的力量，让他们一起共同发力。这个大家可以理解。所以你现在讲到说是上海，刚刚听到这个吴老师提到那个中芯国际，它就在上海，它是负责这个半导体的设计啊什么这边。制造半导体的制造，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要赶上目前为止像荷兰啊、美国啊、日本啊的这种垄断的话，在我跟我自己的学生在一起聊的时候，我认识很多电机学生，他们觉得说是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呢，这个正是因为不容易，所以你这边所讲的问题，无论是资金也好，无论是技术也好，什么分工也好，一定要由国家来领导。这个否则的话呢，几乎不可能。所以说，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，只有在国家引导的方式，那么有资金啊，有发展啊，有人才，反正人事时地物各方面的条件合在一起，只有在中国了，那没有别的地方。要否则的话，他就面对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命运啊！我不是那么乐观，但是我是审慎而且乐观。我相信一定会像新凯莱的突破，确实是让大家这次声名大噪的原因，也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到。中国在合作的情况下，确实蛮符合他自己对于自己所约定的这个期限，好的期限。好，那干哥要怎么看呢？其实我很乐观，你知道吗？深圳一个城市拿50亿出来，你相信吗？1000亿，对嘛？不是只有这么，不是你账面上看到的数字。你说啊，那个上海负责设计无锡封测，合肥存储，武汉是光电等等。你知道，其实刚刚那个吴老师他已经有提到了。不过他没有说的比较仔细一点，你知道新凯莱他在华为的帮助下，华为从6年前就投资了60家公司了，都跟半导体有关的，干嘛？他就是要把这些，你不要说分散风险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大家都一起来共同为这门的事业付出心血，那国家会支持你的。他现在正在研发什么？新凯莱在做雷射诱导放电离子体。叫 LDP， 还有什么那个化学气象沉积 CVD， 还有那个蚀刻与原子沉积 ALD 等等，像这种非常复杂的高科技，因为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做不出来这个 EUV， 对不对？我们最多只能做出 DUV 嘛。那刚刚在讨论说，到底哪一天能够做出 EUV？ 我刚才讲的这些 ALD CVD 跟 PVD 这些蚀刻跟量测。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认为说中国会做不出来吗？我不这样认为。对。但是我也相信说它的品质，或者是说你当然你还不能够达到跟艾斯摩尔去竞争的地步。可是中国人的实力，以及最重要的一点，中国人的人才，你现在也许看不到，突然一天他人才就跑出来了。这些人才从哪里来的？从艾斯摩尔来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认为。总有一天中国会达到，而且不是你想象中，还要5年，还要10年，很可能2、3年之内，它就有重大突破。而且美国不能够再小看这一个对手了。好，谢谢干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